做鬼20年，我竟回到了养病4年回京的这一天。母亲，只有你死了，儿子才能一分好亲事。夫人，您是不是梦魇了？马上就到国公府了。先不回府，改道进宫，我要去看望太后娘娘。阿芷，伤可全大好了，回来就好。以后时常进宫陪陪哀家，免得哀家挂念。是太后娘娘，阿芷也想您。这是我生母遗物，太后知道她对我的分量。魏香，好戏要开场了。阿芷怎今日归来了？管事也没提前知会我们，家里都没准备。我回自己的家，无需繁文令节，是不是娘？是。阿芷，路上可辛苦，为夫十分惦念。见过母亲。见过母亲。阿芷，你还不认识她？她是兰娘，我替宋叔找的女红师傅。窦凤兰见过夫人。免礼。我不在家的日子，多谢你照顾宋叔。娘，您不知道兰姨有多好，绣活和厨艺都是顶尖的。宋叔回头慢慢告诉我。夫君，我车马劳顿，想早点歇息。今夜能否劳烦国公爷去外书房凑合一晚？阿芷，你好好休息，为夫不打扰你。去找你的好兰娘吧。过了今晚，这国公府该换天了。阿芷，你一大清早发什么疯？发疯？我倒要问问娘，我不在府这4年，你们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？阿芷，你这话从何说起？她到底是谁？你们口口声声说是女红师傅，可这女红师傅竟然睡到了国公爷的榻上。夫人明鉴，贱妾绝无僭越之心，一切都是情不自禁。夫人若容不下，我走便是。你闭嘴！须儿是国公，那个妾怎么了？你4年不归，未能伺候夫君，如今刚回来就拈酸吃醋，简直骄纵擅妒，毫无当家主母的度量。阿芷，我以为你深明大义，兰娘她孤苦无依，我只是怜惜她。你我夫妻情深，为何连容人的雅量都没有？好一出母慈子孝、夫妻情深的大戏！你还敢顶嘴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回院里反省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来。反省？我倒想问问娘，欺瞒正妻，私藏外人，这算哪家的道理？母亲，您能不能消停点儿？刚回府就大呼小叫，摔碗砸盆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把国公府的脸都丢尽了。娘，你太过分了！兰姨温柔善良，教我刺绣，给我做点心。你一回来就冤枉她，简直不讲理。这就是我10月怀胎，前世替她挡刀的亲生骨肉。原来丝丝冷血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好得很，你们一家人确实其乐融融，是我阻了你们的路。你知道就好，必须让你知道国公府的规矩。阿芷，只要你肯给兰娘敬茶认错，接纳她，我就原谅你今日的过失。做梦！国公爷，老夫人，宫里来人了！太后身边的周嬷嬷带了禁军，已经进前院了。太后身边的人，禁军。各位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周嬷嬷到！这是怎么了？郡主可是受了委屈？嬷嬷，我并不知家里换了主持钟会之人，昨晚被入朝了，想找人换一床，没寻到人，一夜未睡。这不，早膳时候手软，把碗碟给砸了。国公爷和太夫人怀疑我闹脾气，我真冤枉。周嬷嬷，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为国公爷挡箭出去养伤，太夫人身体欠安，有个人帮衬管家，我是能体谅的。只是既然纳妾了，为何既不告诉也不对外说？我回来还一头雾水。若不是瞧见管家的钥匙在他身上，我竟稀里糊涂把他当外人。我得了个善妒名声，旁人只怪太后娘娘教导无腔。嬷嬷，都是阿芷无能。好一个宋国公府，太后娘娘的掌上明珠，竟在你们这儿受这般折辱。嬷嬷，带我进宫面见太后，这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前世我为了虚名在这火坑里耗尽一生，最后却被亲生耳怒推入火海，重活一世，
我要将你们统统踩在脚下。太后，好孩子，哀家听周嬷嬷说了，受了委屈就多住几日。赵氏的姑娘还轮不到魏家遭践。不，太后，我不回去住了。哦，魏熙与那外室早有枸杞，如今更是让外室长家由着儿女如我，他们既无情无义，我也不愿再做这有名无实的国公夫人。求太后为阿珍做主，我要与魏相和离。当年哀家就不喜她，是你非要嫁，如今你能看破这层迷障，哀家深感欣慰。这和离，哀家准了。魏相那斯文败态，哀家定要他身败名裂。不仅要和离，我还要带走我全部的嫁妆，他们休想再占我一分一毫的便宜。好，哀家倒要看看我的侄儿离开之后，他宋国公府还有什么底气拜国公的。启禀太后，安宁公主听闻郡主入宫求见，又听闻方才宫中禁军前往国公府查事，放心不下郡主，现已在殿外候见。宣，阿芷，你的事我都听说了，你受苦了。我守了这段婚姻7年，为了国公府在外养病4年，到头来不变心，太夫人苛待，就连我亲生的孩子都站在外人那边，句句刺伤我。这个家早就没有我的一席之地了。这魏熙真不是个东西。阿芷，我知晓你这些年受委屈了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阿芷，和离毕竟是大事，你那一双儿女可怎么办？他们还小，若是没了母亲……公主，不是我没给他们机会，是他们自己选了那个外室。既然认贼作母，那便随他们去。我赵温芷绝不回收白眼狼。哼，安宁，莫要劝了，阿芷做得对。阿芷，你那108台嫁妆，哀家会派内务府的人去替你清点。凡是你带过去的，哪怕是一根线头，魏家也得给哀家吐出来。多谢太后，有太后撑腰，阿芷定要将这宋国公府翻个底朝天。国公爷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成何体统？宫里来人了，带了内务府的太监和禁军，说是说什么？说是奉太后懿旨，准许夫人与国公爷和离，现在正在库房清点那108强嫁妆，说要连夜全部拉走。和离，他怎么敢？他怎么不要名声了108台嫁粮全拉走，那我们国公府吃什么用什么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进了我魏家的门儿，就是我魏家的钱！快去把我的告命符拿来！我要进宫，我要去敲窦文鹏，我要告他赵文子不孝不义，擅妒无礼！太后娘明鉴啊，那窦氏不过是个投靠我们魏家的孤女，根本不是什么妾室。温芷这孩子实在是误会了。误会？堂堂国公府任由一个孤女在主母病重时鸠占鹊巢，这也是误会？太后娘娘，退一万步说，主母本该主动为丈夫纳妾，绵延子嗣，不准丈夫纳妾就要和离。这若是传出去，华阳郡主的名声也有碍啊。母亲说的是，公卿世家谁不是妻妾成群？放肆！哀家捧在手心里的郡主下嫁你们魏家，不是去受窝囊气的。既然魏家如此重规矩，那哀家这就下旨夺了魏相的爵位，让他好好守规矩过日子。太后息怒，臣妇绝无此意。臣妇回去立刻把那窦氏赶出府去，绝不让他再碍郡主的眼。赶出府不过是换个地方藏娇罢了。魏熙、太夫人，你们既然舍不得我这笔嫁妆，我便陪你们好好玩玩。温芷，你受委屈了，母亲已经教训过我了，我保证
以后绝不会再让那些不相干的人惹你生气。国公爷言重了，国公府的门槛高，我还要仰仗国公爷多多照拂呢。温芷说笑了，你我夫妻一体，自然该同心共德。温芷啊，人我已经赶走了，你这回总该满意了吧？母亲保重身体要紧，儿媳自会料理好后宅。娘，奶奶气病倒了，你去厨房煮几样菜给她吃。我不会。兰姨每次都能做好吃的，奶奶吃了身体很快就能痊愈。不仅奶奶，我生病时也是兰姨守在床侧。娘你呢？你除了会端主母的架子还会什么？我当年去庄子是为了你爹的前途，替你爹的主子太子殿下诬陷三皇子，背了那口黑锅。若没有射伤华阳郡主，致其旧伤难愈这一条，你外公的旧部如何会慢慢疏远三殿下，从而投靠太子？你爹如今的地位是用我的血肉铺出来的。你休要扯虎皮做大旗，我不信，爹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不信？去庄子上查查档案，你奶奶生病时，你外出处理公务的爹爹，是不是正和你的好兰姨在私会？娘，我答应给太后娘娘50寿辰送一副双面绣，可现在兰姨被赶走了，没有她我不会绣。是她教你，还是她帮你？教。我重新换个人教你。这世上会双面绣的师傅多的是，不单单斗凤兰一个。可我绣的这幅只有兰姨会，独一无二，才能讨太后娘娘欢心。娘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赶走兰姨？你不能这样对她。你是我女儿，哪怕拿一块破布给太后娘娘，她也会欢心。你不是，你巧夺天工，太后娘娘也不稀罕。况且宫里缺绣娘吗？娘根本就不讲理。儿子蠢，女儿傻，和前世的我一样。情分至此，随缘吧。从今往后，我赵温之只有自己。母亲，去相国寺的香油钱，儿子已经备好了，路上您当心身体。家里有你看着，我放心。去拜佛，只怕是去私会那个被赶走的外室吧。既然你们把戏台子搭好了，我不去添把火，岂不可惜？我留给他们的人，婆母全给换了。这俩蠢货，连谁是真心护着他们都分不清。罢了，今天过后，是死是活，各安天命。去换身衣裳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去哪里？奶奶说娘最近发疯，我怕。奶奶和爹爹刚走，你就要出去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不去。你诡计多端，肯定又要找兰姨的麻烦。安宁公主的庄子就在郊外，今日小王爷也在。我本打算带你们去见见世面，结交一二。既然你们不去，那便算了。安宁公主，小王爷，娘我去，我这就去换衣服。妹妹，待会儿你见了小郡王，可别丢了咱们国公府的脸面。哥哥放心，我的规矩可是奶奶亲自教的。郡主，前面就是青石巷的别院了。姐姐，上车吧。不去庄内喝茶，反倒让我直接上车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带姐姐去看一场好戏。孩子们都大了，华阳，你还跟我撒娇呢。父亲明明说母亲在皇家早被厌弃了，原来是骗我的。姐，您就疼疼我嘛。对了，前头路口改个道。车夫，去城郊那处偏僻的魏家庄子。母亲说好去见小郡王学枪的，改什么道？别惹事，听母亲的。华阳，这破地方你来办什么事？有点家务事，顺路看看。走吧。凤兰，小心烫。这药是我亲自煎的。好孩子，你可要护好我的宝贝孙子。
父亲，不是说陪祖母去拜佛了吗？兰姨，她怀孕了。温旨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们怎么找来的？宋国公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外面藏匿外史，欺辱嫡妻！你眼里还有大齐律法，还有太后娘娘吗？夫人饶命，千错万错都是凤兰的错，别怪国公爷。原来你们一直在骗我，她竟连孩子都怀上了！毒妇，你休想伤我的孩子！母亲，来人！宋国公宠妾灭妻，当众虐打正室插残，给我拿下！不是我没有用力，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你疯了？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我这次帮了你，你欠我一个人情。不过你要是只出和离，反而是输了。我要是你，就跟他们纠缠到底，看谁折腾死谁。你太窝囊了。正常女人都会这么想，但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这辈子，我只求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然后干干净净的离开。宋国公府里的嫁妆都运出来了吗？回郡主，明面上的古玩字画金银细软已尽数转移入库，魏家那帮蠢货只知道盯着空箱子。很好。御史台那边动静如何？安宁公主放了话，御史们已经连续2个月上书弹劾宋国公宠妾灭妻、虐打嫡妻的罪行，折子都堆满了皇上的案头。魏熙现在连早朝都不敢去，仕途算是全毁了。哎呦，儿媳忤逆，伤我这把老骨头啊！你敢伤我母亲？依我条律，儿媳伤太夫人要受极刑。只要你闭嘴不闹，我就去太后面前保你一命。哼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名声扫地，只是一道开胃菜。郡主，魏双撑不住了，正在门外负荆请罪，求您见一面。这就是那个宠外史打原配的宋国公，真是败类！温旨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你看在和儿和宋宋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次吧，我马上把那外室赶走。宋国公，华阳郡主的门槛不是什么狗都能跨进来的。你非要逼死我吗？我可是你夫君。夫君，从你为了那个贱人推我的那一刻起，你我之间只有死仇。关门，放狗！赵文仁，你敢！怎么样？被狗追着的滋味，是不是同当初你逼我时一模一样？阿芷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御史台已经弹劾我整整2个月了，连陛下都亲自过问了此事。我让兰儿进门做妾，她的卖身契我交给你行吗？咱们始终是一家人，你赶紧收拾东西回府。这就是你所谓的道歉？她做不做妾，生不生孽子，跟我有何关系？那你到底要什么？我已经一退再退了。我要和离，我带进国公府的全额108当嫁妆，一分不差，必须全部带走。和离？你疯了吗？你是不是被外面的闲言碎语冲昏了头脑？你不考虑自己，也不考虑孩子们吗？恒儿和宋宋已经满了10岁，即将议亲。你作为母亲这般胡闹，让谁家还敢与他们结亲？魏熙，你真是伶牙俐齿，找外室的人是你，伤我的人是你。你跟窦凤兰厮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孩子们的前途？你把那女人藏在外面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国公府的颜面？你这是狡辩！男子3妻4妾本就寻常，我不过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我没不准你纳妾。作为宋国公府的女主人，你纳妾不仅仅要你母亲同意，也需要我首肯，对吗？你提前通知我了吗？你借我重伤去外地治病，将你的老情人偷偷接回府，你当我是死人吗？你现在到底打算如何闹？母亲都被你气病倒了，你这是大不孝。他生出你这种毫无担当的废物儿子，当然会病倒。你放肆！不准对我母亲出言不逊！又拿你母亲说事，我何时对她不敬？我骂的是你，魏熙，一个外强中干，只敢拿女人和李角当挡箭牌的懦夫。好得很。赵温之，你休想拿走1分钱！我看你离了国公府怎么活！赵温之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身为当家主母，不顾家族颜面，竟然搬回旧宅，你简直是给我们魏家抹黑！母亲，父亲已经低头让步了，您为何还要如此绝情？您知不知道同窗们怎么看我？您连我和妹妹的将来都不顾了吗？母亲，您快跟父亲低个头回去吧。大家都说女子心以夫为纲，您这样让祖母多伤心啊！好一句以夫为纲，好一个不顾颜面。拿给他们看。太夫人，既然你谈颜面，
不如先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趁我重伤离京，你把管家的钥匙交给一个低贱的外室，又为什么拿我陪嫁铺子的进项去帮那个女人收买我的孩子们？母亲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祖母说话？祖母也是为了大局着想。大局？你的大局就是认贼作母。前世，现在你们的祖母和父亲用着我的钱，拿着龌龊手段收买你们，你们就甘愿当他们的狗？母亲，你好可怕！既然你们心甘情愿被那对狗男女洗脑，好来指责我不孝崛起，那你们这群是非不分的人，我赵温之便不再要了。从今日起，我与你们兄妹二人恩断义绝，断绝母子关系。你疯了？哪有当娘的不要自己亲生骨肉的？你个毒妇，你敢抛弃国公府的血脉！来人，把这群恬不知耻的人给我轰出去！以后国公府的人胆敢再踏入蜀王府半步，直接打出去！夫人，奴该死！夫人，孩子我已经落了，都是奴该死，不知分寸，冲撞了夫人。真可怜啊！为了主母，连腹中骨肉都舍得打掉。是啊，这主母的心肠也太狠了。您原谅国公爷吧，奴这就回乡去，从此再也不到你们跟前，只求夫人宽宏大量，给国公爷留些体面。窦凤兰，你这出苦肉计演得真是好。夫人，奴句句属实，绝无半点虚言，奴是真的知错了。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点恶心的旧情？你与魏西青梅竹马，只因你家道中落，被我那好太夫人逼着远嫁。哼，如今你丧夫守寡，好不容易借着女经师傅的名号重新搭上魏须，你尝过了无权无势的苦，怎么可能舍得再回乡去？夫人误会了，奴没有。你根本不是真心要走，你不愿意做妾，更不甘心当外室，你宁可大伤身体，流掉胎儿，甚至以后无法生育也在所不惜，不过是为了保全你那点所谓的清白名声罢了。你以退为进，是想借着这出惨烈的戏码，逼我背上善妒恶毒的骂名，好让魏西对你心生愧疚，借机休了我，扶你做这宋国公府的正妻。你血口喷人！你这出戏演到这里，剩下的可怜去卖给魏续和太夫人瞧吧，别在我这里浪费功夫，将他小心送回宋国公府，不能磕了蹦了，让魏家人好好看看这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上回书说到，那负心薄幸的国公爷借着发妻为他挡箭重伤在外咬病之际，竟将那心如蛇蝎的外室接入府中。呸！真不是东西！人家华阳郡主陪嫁封后，还为他挡箭，他竟然如此畜生！可不是嘛？听说那外室还逼疯了嫡妻，简直丧尽天良！乱杀人啊！宋国公魏须臭名远扬了。国公爷，现在外面满城风雨，御史台已经连上了3道折驾，探发您私德败坏。毒妇，赵温直这个毒妇，他是非要毁了本宫不可啊！同僚比翼，上峰训斥，连太夫人都不敢出门了。我完了，我的仕途全毁了。只有和离把嫁妆还给他，才能平息这场风暴。想全身而退，没那么容易。国公爷，签了吧。我留给你的最后体面，就是不把事情闹到3法司。赵温直，你拿走你的钱，但魏串和魏宋是我魏家的骨血。母亲如此心狠手辣，我绝不跟你走。我不认你这个毁了我们家的母亲。哼，听见了吗？2个孩子不可能跟你。哼，2个不孝子，全部给你吧。管事，核对礼单，1两银子，1寸布帛，哪怕是本宫当年种在院子里的一盆兰花，全给我搬走。是，郡主。不爱一身轻，我不在乎任何不爱我的人，我要保住命，更要活得疯狂。我这些陪嫁，加上在江南暗中经营的买卖，如今已富得流油。温芷妹妹，你这和离后的日子过得比在宫里还舒坦啊！公主姐姐见笑了。听闻姐姐喜爱古玩，我这刚翻出一尊前朝的白玉观音，还有几幅孤本字画，送去公主府添个景。妹妹真是太大方了，你放心，有本宫在，京城里谁敢轻视你半分？国公爷，如今那个毒妇走了，您何时迎娶我过门？迎娶？你如今声名狼藉，全京城都知道我们的丑事。要是娶了你为正室，我母亲不得撕了我？其他世家还怎么和我来往？魏香，你利用完我就想一脚踢开，我为你连名声都毁了。
如果不是你手段拙劣被他识破，我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？滚出去，贱东西！你居然敢这么说我！好啊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华阳郡主这套头美真是绝美，怕是宫里也寻不出第二套了。郡主如今是太后娘娘和公主跟前的红人，我等以后还要仰仗郡主提携呢。温芝妹妹的眼光和财力，放眼京城那可是独一份的。各位夫人谬赞了，温只不过是闲来无事打理些小产业罢了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前世他们利用我，成全了他们的风光，今世且看他们在烂泥里如何挣扎求生。八皇子，这糕点是府上新请的江南厨子做的，你尝尝。近日太傅教的左传可有不解之处？多谢郡主姑姑，功课一切顺利。难得郡主如此喜爱八殿下，嫔妾感激不尽。华阳，你待谁都冷冷清清，唯独对这不受宠的八皇子如此上心，可是想冲儿了？太后明鉴，不是，冲儿像极了魏虚，冷酷自负。我与他母子情分止于我和离那天，我只是觉得八皇子聪颖结实，面相极好。华阳，宫里谨言慎行。臣女谨遵太后教诲。那时的我只拿思念儿子做幌子，结交了宫中备受冷落的八皇子与王婕妤。我知道未来20年的大事，不求回报，只想求这一份微末的情谊。4年后，旧太子被废，3皇子暴毙，17岁的八皇子入主东宫，王婕妤一跃成为皇后。当年若非郡主雪中送炭，哪有我们母子的今日？只要本宫在，郡主的尊入便与这王朝同在。华阳，你正值盛年，朕意欲为你再赐一门好婚事，将来你若生子，大可继承蜀王王位，封为郡王。陛下，臣女蒙圣恩庇佑，本该万死不辞，但臣女这残躯早已心如止水，每每梦回，王父在天之灵都在叮嘱臣女，唯有青灯古佛，方能替陛下祈福，保陛下万代长安。用联姻试探我，休想！我绝不再做任何男人的垫脚石。郡主，外面有人求见。谁？宋国公府的长公子魏康。魏康，前世那个亲手将我推入火海的逆子，他竟还敢找上门来。娘，这是请帖，我下个月定亲，特意来知唤你一声。不知当日是否有空，我未必会去。娘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您还是不能原谅我们吗？我们又不曾害过您。滚！你真冷血！好，既然你连亲生儿子的定亲宴都不顾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郡主，您怎么了？9月初1，竟然是今日。和离后，我拼命赚钱结交权贵，努力把今生过好，很少回望过去。可是这个日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的好儿子在前世的当日，亲手把我推进了火海。华阳，他如此欺辱你，你还不肯和离吗？前世我拒绝了太后的劝告，天真的想要维系家庭，我大闹国公府，赶走窦凤兰，换来的却是全家的背叛与指责。你可知他是宋宋的师傅？你连孩子的恩师都容不下，你有太后撑腰便如此跋扈。碰儿，谁允许你给那个贱人送吃的？你给我跪下！华阳郡主真是好大威严，往后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奴才。华阳郡主，娘，都是我的错，您别生哥哥的气。他们对外宣称我疯了，把我送进惠宁楼静养。虫儿，你在哪儿？娘，救我！娘！不能让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，我马上就要一亲结亲，若是被人知晓我跟你待在一处，我的前程我的名声就全毁了。爹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疯女人。成儿，快把手给我！我眼睁睁看着事后魏昌带着妹妹入宫，刻意伪造伤痕，在太后面前颠倒黑白，谎称是我发疯纵火自焚而亡。我逗留人间不散，就是要亲眼看着这群踩着我的尸骨往上攀爬的至亲恶鬼，终究如何自取灭亡，不得善终。我尸骨未寒，魏孝便迫不及待地将他的心肝宝贝迎娶进门。宋国公终于熬出头了，摆脱了那个疯婆子。是啊，这窦氏虽然出身低了些，但温柔贤淑，比那华阳郡主强100倍。温柔贤淑，很快你们就知道什么是引狼入室。母亲，我的聘礼为什么只有那点东西？女方家都嫌弃的要退婚了。亨儿，不是母亲不疼你，你娘名声太差了，是个远近知名的疯子，好人家的女儿谁愿意嫁你？能凑出这些聘礼，已经是母亲我掏心掏肺了。都怪那个疯女人，死了还要克我。母亲，听说您要把我许给陈家的二公子，他可是出了名的纨绔，还打死过丫鬟啊。宋儿，那是陈家权势滔天，能帮你父亲在朝中铺路。你作为女儿，
总得为国公府尽点心力吧。父亲同意了。这是你父亲的意思。哎呀，你们可真是年轻水嫩，让老爷我疼疼。狐狸精，都是一群狐狸精！抢来的男人终究是留不住的。这乌烟瘴气的国公府已经开始自相残杀，老天爷的报应不远了。老爷救我呀！都是你个丧门星，败光了郡主的陪嫁不说，还到处得罪人，毁了我的前程。圣旨下，宋国公魏相贪墨枉法，恃夺爵位，全家抄没，即刻流放。富贵荣华转头空，这群吸血的蛀虫，到底把魏家这点家底啃得一干二净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高高在上的世子爷成了烂泥里的残疾农夫，他弑母求荣换来的不过是一场黄粱大梦。他们在我的饭菜里下药，我的2个孩子都死了。娘，我终于懂您了，那是个吃人的魔客。寿儿，我的寿儿，娘，寿儿来给您赔罪了。寿儿，郡主，您梦魇了。钱是他们欠我的，这辈子我要一笔一笔清算。去，把刘妈妈叫来。刘妈妈，你是我从太后宫里带出来的老人，办事最是稳妥。全凭郡主吩咐。大姑娘身边那些狐妹子和眼线已经被我清理干净了，你去她身边伺候，做个管事妈妈。郡主的意思是让老奴去提点大姑娘？不，只看不说，我要你暗中护着她，但路得她自己走。若她还是盲目轻信那个窦凤兰，那便随她吧。宋儿啊，快来看看，这是我特意让人从江南采买的素缎，给你做议亲的衣裳最好不过了。多谢凤姨娘。哎呦，凤姨娘真是有心了，只是这江南素缎怎么摸着像下等的陈年浆洗布呢？大姑娘议亲穿这个，怕是会被王家夫人笑话咱们国公府寒酸。刘妈妈，你这老眼昏花的胡说什么？大姑娘您看，这经纬线都稀疏了，一洗就得破，这可是下人们做礼衣都不用。凤姨娘，这就是您说的特意采买？这定是底下采买的奴才中饱私囊，我回头定罚他们。那就不劳凤姨娘费心了。刘妈妈，把这布料扔出去。母亲说的对，这府里全是见鬼说鬼话的蛇鼠之布。郡主，大姑娘如今学聪明了，看凤姨娘的眼神都透着防备。算她没蠢到家。只是大姑娘眼看着就要议亲了，魏氏宗族那边似乎想拿大姑娘的婚事做文章，好从您这儿抠过嫁妆。他们敢伸这只手，我就敢剁了他。王皇后的侄儿王四郎是个粗中有细的武将，你去透个冯家人知道，我赵温芷的女儿不是谁都能算计的。猪油蒙了心的贱人，皇后娘娘的侄儿，也轮得到你挑三拣四？夫人息怒，妾身只是随口一说。你这话若是传出去，得罪了王家和太后，我们全族都要跟着你遭殃。给我掌嘴！赵文芷，都是你害我沦落至此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女儿也别想好过。那王四郎我远远见过一次，看着好凶，我不喜欢。我看着也不怎么样，他一个粗鄙武夫，哪懂什么疼人？二姑娘金枝玉叶，嫁过去怕是要受委屈。凤姨娘慎言！你干什么？我好歹是长辈。妄议皇后娘娘母族，挑拨主家姻亲，你想给国公府招祸吗？走，跟我去见太夫人。毒妇，你自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，竟还敢去带坏宋儿的好姻缘。姑母，我没有，是那老奴诬陷我。二姑娘就在门外，太夫人一问便知。赵文芷能嫁好人家，凭什么我只能做妾？凭什么？这还是那个温柔教导我的恩师吗？原来母亲说的都是真的。来人，把这贱妾拖出去，重打20大板，禁足柴房。哎呦，公子撞疼奴家了。光天化日，拉拉扯扯成何体统？滚远点！公子好狠的心，奴家只是不小心。一模一样，这般做派
跟他一模一样。这么多年，我竟被这种卑劣的手段骗得团团转。娘，这是女儿亲手绣的，给您。放那儿吧。娘，你以前是不是很委屈？为了爹爹九死一生，为了他的前途背井离乡，结果到头来……没什么好委屈的，你早些回去吧。大姑娘，你终于来看我了，快救我出去！我教你刺绣，我可是拿你当亲生女儿啊！拿给他。这里是1000两银子，当做你教我刺绣的束修。大姑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从今往后我们恩断义绝，再无半分瓜葛。若你再敢纠缠，休怪我不客气。魏家大厦倾颓，魏熙病死狱中，窦凤兰横死乱坟岗。我那被娇生惯养长大的好儿子，20岁娶了个小官庶女，彻底沦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。哥，这是几两碎银，你拿去给家里添点油水。多谢妹妹。10年的风霜毒打，磨平了他所有的傲骨，将他生生雕刻成了一个质朴憨厚的底层人。娘，阿曼上次发烧，妹妹说是您寻来的退烧药，多谢娘。那药是皇后娘娘赏赐，宋宋开口讨要，我便随手给了她。你谢错人了，我们之间并无什么母子情分可言。前世在火海中推我送死，如今知道伏低做小了，迟来的醒悟一文不值。女主太飒了，这就是迟来的深情比草贱。我打听的真的，赵温止那毒妇前几日居然让魏昌进了王家的大门，还赐了退烧的灵药。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血浓于水啊，林先生。女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哪怕年轻时再心狠手辣，老了也得指望儿子摔盆打翻。只要魏昌能名正言顺的认祖归宗，用世俗孝道逼那毒妇低头，那万贯家财迟早还是咱们魏家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三叔公走一趟，让咱们这位长公子早日回心转意。既然软话劝不动，那就劳烦魏父亲自走一趟，好好开导咱们这位落魄长公子，逼他早日回心转意，认清楚自己该靠谁。倘若他依旧冥顽不灵，不识抬举，你们这群本家长辈自然知道该用什么法子，好好教他认清眼下的现实。明白，先生只管放心，这事包在我身上，保管办得妥妥帖帖。大公子，别来无恙啊！您是三叔公？正是老夫。虽然魏家败落了，可还有您在不是？只要您去郡主府门口跪上3天3夜，求郡主原谅，到时候您依然是国公府长子，郡主那泼天的富贵全都是您和咱们魏家的。让我去逼迫我娘？滚！我魏康早就是个连狗都不如的农夫，跟你们魏家没有半文钱干系，别脏了我家的院子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一个废人还把自己当硬骨头了，给我打！你们休想踏进屋子半步，休想伤害我的妻儿！嚯，居然还是块硬骨头，大公子还是小瞧你了。
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休怪我断了你家的水与粮。我们走。阿曼，阿曼，你睁开眼看看爹，爹弄到水了。这就扛不住了。有药了，快给阿曼吃！这可是宫里御医配的退烧药，一粒就能救这小丫头片子的命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魏昌，你是要你那可笑的骨气，还是要你女儿的命？大郎，别硬撑了，这退烧药可是阿曼丫头活下去的唯一指望了。老畜生！我答应你，算你识相，收拾一下，明日天一亮就跟我们进京。若再敢违抗，下次可就不是断水断粮这么简单了。城南米行粮草被无故扣押，通州木材铺进价拔高，钱庄画汇流向诡异。短短半个月，我边缘产业的现银被蚕食了近10万两。夜宵，主子，属下顺藤摸瓜查了3日，这些暗桩源头都指向魏家宗族。三叔公正疯狂变卖田产，买通言官，似要炮制一桩惊天大案。就凭三叔公那几个脑满肠肥的老蠢货，一群贪婪的吸血虫，不过是别人用来趟雷的刀罢了，背后必定有更庞大的暗势力，企图借夺产把我往死里整。主子英明，属下截获了一封密信，送信的死士见被包围，当场服毒自尽。血色曼陀罗，废太子的残党竟然还活着。这些人做地沟里的老鼠躲了4年，终于按耐不住要探出头咬人了。主子是说，这是谋逆的余孽在作祟，那他们为何盯上咱们的产业？夺产，那不过是糊弄三叔公那群蠢货的幌子。我是王皇后的钱袋子，更是当今圣上昔日威诺什的助力。他们若直接刺杀，定会被禁军剿灭；可若是借魏氏宗族之口，以忤逆不辞、侵吞族产将我告上公堂呢？一旦这妖妇的罪名坐实污水，就会泼向王皇后，甚至在朝堂上煽动百官，指责陛下偏听偏信，从而动摇国本。好阴毒的算计！属下立刻调集暗卫，去截杀魏父和那些废太子的人。慢着，打草惊蛇，只会让他们再次缩回暗处。既然他们想把事情闹大，那我就给他们搭个戏台。传令，调集我名下所有商铺近10年的绝密账册，一笔一笔核对，连一枚铜宝都不能漏。遵命。我要拿着铁证，在公堂上把他们的脸打烂。连夜将此信送至安宁公主府，请他调动皇城司精锐暗中布控，我要让这群乱党插翅难飞。大郎，别怪叔公心狠，这是你为魏家尽孝的时候了。看清楚了，大郎，上面字字句句都是赵温弼那毒妇如何侵吞族产，欲逆不辞。只要你化烟，你依然是国公府长子，阿曼也能做回大小姐。事成之后，凭此令去城西周取10万两白银，主子绝不亏待魏家。松口，快松口！小畜生，给我打，往死里打，把东西抢回来！母亲，这是乱党构陷您的要害，儿子就算死，也绝不让他们如愿。别打了，再打没法画押了，拽过他的手，直接安印。冤枉啊！生恩不及养恩，赵温只见吞没是夫家族产，断全族生路，连亲生儿子都要赶尽杀绝，此等妖妇，
剥皮搜金都不为过。华阳郡主手段毒辣，引发民怨沸腾，求陛下严惩妖妇，以平民愤。传朕旨意，登闻古案，交由三法司会审。郡主，皇后娘娘传了口谕，只要您一句话，王家即刻动用城防营与刑部暗桩，把案子强压下去。娘娘有办法让那些敲鼓的老匹夫永远闭嘴，您万不可去三法司受审。若真动用外戚之力强压，才是正中了废太子残党的下场。他们要的就是逼我向帝后求助，借此将皇后与陛下拖下水，动摇国本。可是外面群情激愤，三人成虎啊！心虚之人才走暗巷。既然这群鼠辈想闹大，我便给他们一个万众瞩目的大戏台，将这群吸血虫的画皮一张张扒下来。更衣，拿我的大朝服来。青天大老爷呀！这毒妇仗势欺人，搬空了国公府100年基业，断了我全族老小活路啊！魏福，既然你说我搬空了魏家的100年基业，那我倒想请教，魏家这窗户纸究竟是何时被你们这群蛀虫捅破的？毒妇，你休要顾左右而言他！你带走108推金银，那是魏家几代人的血汗钱。如今你富可敌国，大公子却流落乡野，你不怕天谴吗？华阳郡主，既然原告已有指控，你可有辩驳之词？辩驳？对付一群吸血吃肉的无赖，何须费口舌？大理寺卿要证据，这便是证据。这是天熙3年至7年的总账，我远赴南边养伤时，魏家庄子连年亏空。魏福，你身为族老，不仅不加规劝，反而伙同管事私吞魏氏祭田500亩，挪用公款去秦淮河畔包养瘦马。你血口喷人！天熙8年，魏降贪墨险遭弹劾，是你们跪在我院外求我拿嫁妆填补3万两亏空。天熙10年，你们为了私分铁矿红利，抽调一空现银，魏降养外室的钱都是从我陪嫁里抠出来的。魏家100年基业，简直是个笑话。我合离带走的每一文钱，都是太后御赐的陪嫁和我商铺的红利。你们靠吸食我的嫁妆勾活10几年，如今国公府败落，竟有脸反诬我夺产，恬不知耻！天哪，居然是私吞祭田，花女人的嫁妆！呸！吃软饭没够的老无赖，真让人恶心！来人，将诬告生事的魏福等人拿下。3位大人且慢，草民这里有一份宋国公魏襄在狱中的绝笔认罪书，夺产事小，可若是事关当年陛下登基与后宫干政的谋逆大案，华阳郡主这罪怕是万死难辞了。这简直是荒谬之极！妙，魏熙咬破手指，字字泣血，写下的可是谋逆干政的惊天大案。魏熙信中交代华阳郡主借养伤为名，实则替后宫结交外臣。他故意制造宠妾灭妻丑闻合力，带走巨资，实际是为了替当今陛下积攒夺嫡的本钱。他勾结内宫王皇后，利用魏家做垫脚石操控朝局。如今陛下登基，他便杀人灭口，这等秽乱朝纲、谋逆干权的妖妇，该当何罪？魏熙那个废物写不出这种话，此事背后肯定另有人谋划。此人好一招借刀杀人，逼皇上杀我正清白。拿一个死人的伪造血书来构陷当朝郡主与皇后，死无对证的东西也敢拿到三法司来作为证据？核对笔记便知，郡主若清白，为何富可敌国，连皇后都对你言听计从？3位大人，谋逆大案按律，无论皇亲国戚，皆需收押候审。难道三法司要包庇郡主吗？暂行扣押华阳郡主，收押天牢，待奏明圣上。令牌被搜走了，得想办法逃出去，还得找到他们构陷母亲的证据。老实待着，再敢生事，有你受的！
看来这是当年修从堂时工匠留下的。魏福这个蠢货，竟没清理干净。刚才未进来时，烛光照到供桌下面，那里似乎有块盖板。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藏得这么深！林妮和魏福的往来密信，买通宗族的账目，伪造父亲绝笔信的草稿，全在这里。这是他们还没来得及销毁的铁证。我不能死，我得活着把这些送到三法司。大人，曹民有冤要诉。是魏昌。昌儿，你怎么逃出来的？你当然不想看到我活着出来。草民魏昌状告魏氏宗族伙同逆贼，囚禁草民于魏家宗祠暗室，严刑逼供，强行按着草民的手在那份状告生母的血署上画押。休听这疯子胡言乱语！你已被魏家除名，此刻跳出来攀咬，定是受了这妖妇的指使。妖妇，林先生，你一口一个妖妇，但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一个废太子的走狗，真当自己能翻云覆雨了？大人，这里有林妮与魏氏魏福暗中交易的废太子信物，还有他们白纸戏字密谋收买宗族，伪造我父亲绝笔信，企图构陷当朝郡主与皇后娘娘的往来密信。我原以为这个自私到极点的亲生儿子会再次成为对付我的利刃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大胆逆党，竟敢伪造证据构陷皇嗣！来人，将这群乱臣贼子全部拿下！贱人，我就算死也要拉你陪葬！保护郡主！去死啊！冲啊！前世他将我推进火海，如今他竟用自己为我挡下致命一刀。娘，我不欠魏家了，也不欠您的了。叶宵，属下在。带着我的队立刻去太医院请张院文，用最好的药保住他的命。他替我挡了一刀，我还他一条命，从此两不相欠。去吧。是。三位大人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刺客伏诛，这场闹剧是不是该结案了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魏氏宗族伙同逆谋，替夺全部爵位与封赏，剥夺功名，全族上下流放3000里至苦寒之地，永世不得还朝。郡主饶命啊！郡主受惊了，此案已了，余孽尽数肃清，下官这就安排车马护送郡主回府歇息。张大人，本郡主今日既然站在这里，便没打算只办这一件事。郡主还有何冤屈要诉？不是诉冤，是做个了断。本郡主今日愿将名下所有钱庄、盐引、地契、金银总计1000万两家资，全数捐充国库，以资大齐军饷。这是本郡主名下70%产业的地契，天下36处商铺银号的交割凭证，以及一份业已在内务府备过案的绝笔遗嘱。这是本郡主今日在此立誓，100年之后，这70%产业折银数千万两国库，将村属无偿捐圣上与皇后娘娘，任何人无权动用分毫。只要这笔富可敌国的财富还在我名下，魏氏宗族倒了还会有李氏王大，废太子残党灭了还会再有其他世家权贵。只有把我这些钱跟皇权绑定在一起，才能一劳永逸斩断这些脏手，买个永世太平。三位大人收好吧。大权在握，胜券正浓，外患已除，如今唯一挂心的只剩正在王家养胎的宋宋了。郡主，救命啊！郡主，请您快去王家，少夫人她不行了。说清楚，宋宋怎么了？少夫人这几日不知怎的，突然腹痛不止，今日更是频频见红。大夫说双胎本就凶险，但这胎相不像是天生体弱，而更像是中了什么阴毒的招数，怕是要一尸三命啊！备车，我倒要看看，是哪路不怕死的恶鬼敢动我女儿。都给我住口！暗卫听令，即刻封锁少夫人的院子，
没有本郡主的玉牌，飞出一只苍蝇，我拿你们试问。岳母大人，闭嘴，退到一边去。郡主，少夫人的胎相之所以如此凶险，皆因这安胎药中被掺了微量的尸骨藤。此草无色无味，极难察觉，却能让孕妇在不知不觉中慢性滑胎。若非老朽曾在古籍中见过这等阴毒草药，寻常大夫根本查不出端倪。封锁消息，就说少夫人正在保胎，把这1个月内所有接触过少夫人饮食、汤药，甚至衣物布料的人员名册，全部给我呈上来。李嬷嬷，1个半月前刚刚买入，负责给正院浆洗贴身衣物，把人给我悄悄拿了，别惊动任何人。搜，这针法，前世在魏西的荷包上见过无数次，这是窦凤兰的独门绝活。窦凤兰明明已经惨死乱坟岗，连尸骨都被野狗啃食了，你一个潜伏在王家的浆洗婆婆身上，怎么会带着属于她的贴身信物？说，这香囊哪儿来的？老奴不知道郡主在说什么，那是老奴在街边随便买的。不见棺材不掉泪，用刑。我是窦凤兰的远房表姐，是废太子的人重金买通了我，让我伪造及混入王家。他们就是为了用慢性的尸骨藤让少夫人一尸多命，让郡主彻底断子绝孙，尝尝痛失骨肉的滋味。好得很。废太子余孽斗不过我，就只会躲在阴沟里玩这些下作手段。既然他们迫不及待的找死，本郡主就成全他们。王夫人，你们王家号称百年清流，这后宅却是个漏风的破筛子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混进来谋害主母。今日若非我察觉端倪，我女儿便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在你们府上。郡主息怒，暗卫听令，暗策拿人。凡是近3个月内形迹可疑、底谢不清的，不论是谁提拔的，一律拖出去乱棍打死。今日，本郡主要替王家好好清一清这后宅的烂泥。岳母大人明鉴，今日是小婿无能，护妻不力，险酿大错。小婿在此立誓，此生必以命守护宋宋。若再让他受半分委屈，不用岳母动手，四郎愿自刎谢罪，死无葬身之地。生了，是一对龙凤胎，母子平安。娘，我护住他们了。好孩子，你做得很好。恭喜郡主喜得龙凤孙辈，福禄双全，乃是天大的喜事啊！古往今来，龙凤胎本就罕见，郡主此番添了一双金孙娇女，实乃祥瑞之兆，不仅是王家之喜，更是京城之幸啊！圣旨到，太后懿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华阳郡主赵温旨温良端肃，平乱有谋，破贼有功，特进封为镇国大长公主，加10亿万户，赐紫禁城内承以之权。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镇国大长公主，这可是大齐开国以来异姓宗亲的最高位。劳烦小哥，把这个送给今天满月的小公子，就说是一个过路的废人，求的一点平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的也敢往大长公主跟前送？回殿下，大长公主，门房说是个瘸了腿的乞丐送来的，他未曾留下姓名，只留下一句话，说是一点微薄心意，只求府中小公子平安顺累。阿芷，我刚才在廊下，似乎也瞥见了一个人影，看他那副连门都不敢进的样子，想来是真觉得没脸见你。在公堂上那一刀，他是真存了必死之心的。如今他力竭断腿，生死之间走了一遭，似乎真的脱胎换骨了。阿芷，你是不是心里也松动了？哪怕只是松松口，给他一个在跟前磕头尽孝的机会呢？殿下，有些裂痕，不是拿命填一填，就能当作没发生过的。伤口结了痂，不代表曾经没痛过。娘，
我要议亲了，这么个疯疯癫癫的娘，我寻不到好姑娘。您为了儿子做点好事吧。一死一生，一恶一善，恩一还，债一清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阿妈，阿妈！钱呢？买退房药的碎银呢？跟着你过的是什么苦日子？日日粗粮野菜，一件新衣裳都添不起。隔壁妇人头上插珠花，身上穿绸缎，就我困在这破茅草屋，受一辈子穷罪。你没本事挣银子，反倒拖累我跟着熬苦。嫂子这般容貌，何苦委屈自己守着穷日子？这支胭脂送你，不必分文，也好趁着你的气死。一定是他，一定是他把钱卷走，跟人跑了。劈掉他，劈碎我这身烂透了的骨头！阿曼，喝一口，喝下去就能活。去！哪里来的臭要饭的？别脏了我的地界！掌柜的，求您赏口饭吃，我会抄书。哼，抄一卷经书2文钱，爱干不干。谢掌柜赏饭。大公子，姑娘听说了您的事，心疼的哭了一整夜。这是姑娘背着长公主，让我悄悄给您送来的。大公子，我们姑娘说了，只要您肯低个头，写封信服个软，长公主毕竟是您的生母，只要您求救，哪怕公主只给一点，也足够保您一生衣食无忧，再不用受这些活罪了。收回去吧。大公子，您说什么？这可是……替我谢过妹妹的好意，但这钱我不能要，也没脸要。大公子，劳烦你转告他，以前的我是个连畜生都不如的恶鬼，为了私心，居然都敢对亲生母亲如此不忠不孝。我真的不配做母亲的儿子，也不配做你姑娘的兄长。我现在是个废人了，腿断了，一无所有，但我现在想做个人，一个堂堂正正靠这双手给自己挣一口干净饭吃的人。我不想再脏了公主府的地，更不想再脏了我娘的眼睛。大公子，您若是连命都没了，还要这骨气有什么用？在大公子说他不想再脏了公主府的地，更不想再脏了您的眼睛，他连看都没看那银票一眼，推着车就走了。你有没有跟他说你是宋派来帮他的？回殿下，是的，奴婢只说是魏姑娘挂念兄长，特地遣我送银接济，并未跟大公子透露此行是您授意。自我感动罢了，以后他的事不必再报。